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新剧《兰香如故》今日在横店开机，感觉她又瘦了小小一只。她身上那件大红 T 恤在阳光下格外显眼。162厘米的个子，需要仰头才能与183厘米的搭档对视。剧组场务在社交平台分享的花絮里，他拿着剧本的手指骨节分明，腕骨凸起弧度令人心惊。兰香如故开机现场流出的工作照引发热议。某娱乐博主对比谭松韵3个月前活动照，发现她原本圆润的下颌线变得凌厉。粉丝在超话贴出机场抓拍图，宽松卫衣包裹的身形单薄如纸，评论区瞬间涌入2000条心疼留言。有剧组化妆师用小号透露，演员们围读剧本期间，谭松韵每天带着营养师准备的6餐食盒进出酒店。刘学义被拍到深夜陪她对戏时，手里还拎着标注卡路里的餐袋。两人在横店某火锅店聚餐被偶遇，网友发现谭松韵全程只涮清水煮蔬菜。原著小说读者扒出，女主许兰香在家族倾轧中绝食抗争的章节多达7万字，疑似为角色保持清瘦体态。剧组开机前释出的定妆照里，谭松韵的织金马面裙需要别满20余个别针才能固定。某汉服博主指出，明朝贵族女子常服腰围标准约为58至62厘米，谭松韵的定制戏服腰围目测不足54厘米。造型师在采访中承认，所有服饰都根据演员身形进行过3次以上改版，确保贴合角色成长轨迹。刘学义被问及合作感受时，用风中细柳形容第一次见到谭松韵的印象。两人拍摄间隙的休息照显示，他的手掌能完全覆盖谭松韵的头顶。某知名影视论坛发起投票，关于最萌身高差荧幕 CP 的讨论帖8小时突破10万浏览量。剧组放出的剧本为读视频里，谭松韵的声音带着与体型不符的穿透力。他针对女主贝迪姆长乖的戏份，提出应该加入摔碎茶盏的细节，增强戏剧张力。原著作者点赞相关微博，证实剧本确实采纳了演员的2度创作建议。横店群演爆料称，谭松韵坚持每天提前2小时到现场练习仪态。有人目击她在38度高温下，穿着5层戏服反复练习掀帘入轿的动作。道具组不得不加固轿门框架，因她入戏时的力道总把轿帘扯落。某视频网站放出两人对词花絮，刘学义需要弯腰才能听清谭松韵的即兴发挥。他说出台词“你这般娇弱如何止掌中溃”时，监视器后的导演突然鼓掌叫好。原著中关于男女主出狱的描写原本没有身高差的刻画，编剧连夜为这场戏增加3页互动细节。谭松韵的替身演员在直播中透露，所有需要展露脖颈线条的特写镜头都由本人完成，因为后期发现替身的颈部不够纤薄，无法呈现角色脆弱感。武术指导修改了原本设计的甩袖动作，改为适合小巧身形的振臂起势。剧组保密措施严格，但仍有待拍蹲手道两人夜戏画面。画面中谭松韵提着6角宫灯疾航，广袖被夜风吹得猎猎作响。刘学义需要放慢步伐才能配合他的步频，月光下的影子重叠又分开。某历史博主分析女主造型，指出发型师特意缩小了牡丹髻尺寸，本应佩戴5只金簪的造型，最终只保留3只，且改用轻质树脂材质。明代服饰研究者发现，这种改良既符合现代审美，又暗合庶女初期拮据的身份设定。谭松韵的站姐整理出进组前后对比图，锁骨凹陷处的阴影面积增加近1倍。某3甲医院营养科主任在科普视频中提到，短期内急剧减重可能导致内分泌紊乱。粉丝后援会紧急联系工作室，
得到演员健康状况良好的书面回应。刘学义粉丝在超话晒出应援记录，发现他特意准备了带加热功能的护膝，原因是唯读剧本时注意到谭松韵总揉膝盖，后来才知是长期节食导致的体寒。这对相差21厘米的搭档，在片场后场时总保持着令人会心微笑的互动距离。某娱乐记者混入开机宴现场，观察到谭松韵面前摆着12个中药分装盒，他向剧组人员解释这是中医调配的滋补药方，每4小时需要服用1次。刘学义被拍到帮忙核对服药时间，手机里设了6个提醒闹钟。原著中曲《兰香雨》中常贵的名场面被改编成需要演员实际完成的戏码。谭松韵主动要求撤掉替身，在人工降雨中连续拍摄4小时。现场医护人员证实，他裹着毛毯休息时仍在颤抖，坚持亲自核对每个镜头的肢体角度。某制片人透露，腾讯视频为这场戏投保了高额意外险。剧组特意采购恒温洒水设备，水温始终控制在37度左右。武术指导修改了原本设计的摔倒动作，避免演员关节直接撞击青石板。谭松韵的私人健身教练接受采访时提到，进组前3个月就开始了核心肌群特训，为适应每天12小时站立拍摄，定制了增强下肢力量的训练方案。某运动博主根据公开信息推算，他的体脂率可能降至运动员水平。刘学义在采访中戏称自己是人肉遮阳伞，因谭松韵总躲在他影子下看剧本。场记表显示，2人有17场需要拥抱的对手戏，每次开拍前都反复调整站位。摄影师找到特殊角度，让画面既保留身高反差，又不至于显得女主过于弱势。剧组放出的片场 vlog 里，谭松韵踮脚给刘学义整理发冠的画面登上热搜。某百万剪辑手二创成慢镜头版本 ，BGM 配上红颜就收获50万点赞。原著粉发现这个动作对应着小说中兰香卫军正衣冠的隐藏章节。某资深剧评人对比历代宅斗剧女主体型，发现纤薄化已成趋势。从《甄嬛传》到《知否》，女性角色的服装腰围平均缩减了5厘米。这种视觉变化背后，折射着观众对逆境求生角色日渐苛刻的体型期待。谭松韵在媒体群访中提到，最重的头饰有7斤3两，需要定制颈托支撑。化妆师发明了分层固定法，用医用胶带将发髻分6段粘贴在假发包上。某博物馆研究员指出，这种改良既保留明代风韵，又减轻了2/3承重。刘学义的站姐发布侧拍图，他单手就能握住谭松韵的2个手腕。某骨科医生根据照片分析，这种腕围通常出现在 BMI 低于117的个体。话题迅速发酵成演员该为艺术牺牲多少的辩论，阅读量突破2亿。剧组宣发负责人回应争议，强调所有拍摄方案均通过专业医疗团队审核。公示的体检报告显示，谭松韵的肌肉量维持在健康区间。某健身 APP 趁机推出兰香同款塑形课，课程重点标注请勿盲目模仿。待拍贩子兜售的路透视频中，谭松韵提着裙摆奔跑时，险些被过长的衣摆绊倒。服装组连夜开会，决定将女主前期所有服饰改短3厘米。这种改动意外契合角色从谨小慎微到锋芒渐露的性格转变，获得编剧团队高度认可。某红毯摄影师翻出3年前资料图，对比发现谭松韵的肩宽缩减了4厘米。造型师解释这是垫肩去除后的视觉效果，实际体型变化在合理范围内。时尚博主发现，他近期礼服选择从抹胸款全面转向挂脖款，疑似为遮盖突出的肩胛骨。刘学义粉丝整理出10组镜头语言解析，证明导演利用身高差强化权力博弈。女主据理力争时，
镜头会从俯拍转为仰拍，削弱体型带来的视觉压制。某电影学院教授引用这些案例，在专业课上分析如何用物理空间构建人物关系。谭松韵的站台照显示，她穿着剧组特制的厚底绣花鞋参加开机仪式。鞋履设计师透露，内增高部分暗藏玄机，每走10步就会发出铃铛轻响。这个细节源于女主幼年带脚铃逃亡的经历，最终被做成贯穿全剧的声效线索。某群演在豆瓣小组爆料，谭松韵的台词本密密麻麻贴着彩色索引标签，不同颜色对应情绪变化节点，空白处写满比正文字号还小的表演笔记。刘学义被拍到用自己的剧本帮他遮挡烈日，职业阴影恰好罩住全部注视区。医疗团队每日监测数据显示，谭松韵的体能在开机2周后提升15%。武术指导调整拍摄顺序，将重头戏集中到下午体温高峰时段。这种精密安排使他在演绎祠堂对峙戏时，瞳孔自然收缩的特写镜头一次通过。服装组库存记录显示，为应对演员体型变化，同款戏服准备了8套尺码，从 XS 到 M 码，每套的刺绣纹样都做出细微差别，对应角色不同成长阶段。这种设计后来被某高定品牌借鉴，推出历史剧联名款渐变刺绣系列。刘学义接受娱乐周刊专访时提到，最震撼的瞬间是谭松韵怒摔账本的那条拍摄，原本需要道具组配合的散叶效果，被他徒手撕出完美的扇形裂痕。骨科专家回看片段时指出，这种爆发力需要极强的指关节控制能力。某视频博主竹针分析预告片，发现谭松韵颈部血管在特写镜头中清晰可见。这种生理特征通常出现在急速减重群体中，相关讨论登上医学话题榜。剧组医疗顾问发布长文，科普演员在专业监护下进行形体管理的安全性。谭松韵的饮食记录意外流出，显示她每日摄入精确到克的37种食材。营养师采用分餐制设计，将1800大卡热量拆分成8次进食。某健身网红按照该食谱尝试3天后，在直播中因低血糖中断挑战。原著中最具争议的兰香运中查账桥段，剧本新增了女主因销售被质疑的台词。历史顾问考证指出，明代确有主母因体弱被夺权的案例。这种虚实相应的改编，让角色挣扎更具时代压迫感。某道具拍卖网站显示，谭松韵使用的掐丝发廊暖炉道具拍出23万高价。收藏家看中的是炉身上手工錾刻的320道细纹，象征女主掌权天数。剧组账目显示，这件道具因主演手指纤细，特意缩小了手柄直径。刘学义在粉丝见面会上演示如何帮谭松韵整理过长的水袖，他独创的3折一甩整理法，能迅速将2米长的纱袖变成利落褶皱。这段视频被戏曲学院教师当作传统服饰管理案例，列入课堂教学素材。横店某餐馆推出兰香瘦身套餐，主打菜品热量不超过300卡，菜单扉页印着谭松韵场务照，旁边标注本店不鼓励极端节食的温馨提示。市场监管部门抽查发现，该套餐营养配比完全符合膳食指南标准。剧组通告单显示，谭松韵平均每天更换4.7套戏服。服装助理发明了磁吸式暗扣，将更衣时间从15分钟压缩到4分钟。这种创新获得横店影视城年度技术改良奖，正在申请实用新型专利。某心理专家分析谭松韵的媒体应对，发现她提及角色时瞳孔会放大0.3毫米。这种生理反应通常出现在深度情感投射状态，相关论文被收入表演心理学教材。刘学义在综艺里模仿这个细节，调侃自己需要滴眼药水才能达到效果。